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越吃越饿的真相，还有解决方案是什么。它底层逻辑其实很容易理解，你的血糖在坐过山车，你就容易有饥饿感，因为现在的人的饮食结构，碳水化合物是主要的热量来源，碳水化合物吃下去了以后，你的血糖就会迅速的上升，我们身体会迅速的制造大量的胰岛素，然后你迅速上升的血糖接下来就会很迅速的被降下来，这就是一次过山车。血糖降下来的时候，2个小时左右，这种明显的饥饿感就会来。所以吃高糖饮食的人比较熟悉这种感觉，吃完了早餐2个多钟头之后肚子就会饿，他会准备一点零食，早上准备一个蛋糕，准备一根香蕉，准备一点饼干，下午的话准备一点水果，这是很多人做的事情啊。但是你每一次补充的食物也都是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所以这种循环式的饥饿感呢，它就会一直来。越吃越饿的真相，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底层的方式，就是避免吃容易升糖的食物。但是在背后越吃越饿的真相，除了血糖大幅度的波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我们比较关注不到的2个因素，一个是激素的变化，我们身体瘦素和胰岛素会产生抵抗，在高糖饮食的环境里面，我们身体会慢慢的出现瘦素抵抗，出现瘦素抵抗了以后呢，你即使吃了很多东西以后，你的身体呢还是没有饱腹感的，没有饱腹感的情况下就会吃越多的。但同时在高糖饮食的环境里面，你身体也会出现胰岛素抵抗，你也更容易出现饥饿感，这种现象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所以瘦素抵抗和胰岛素抵抗，它就会屏蔽你身体的信号，让你容易饿，然后不容易饱。这种现象听起来蛮恐怖的。还有一个现代人比较普遍的饮食的问题，就是营养密度不够。有可能你吃的食物营养的热量是够的，可是营养的密度不够。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吃不健康的食物，营养不丰富的食物。我们人的身体缺热量的时候会给我们饥饿的感觉，我们身体缺营养的时候，营养会给我们饥饿的感觉。越吃越饿现在是很普遍的。可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种越吃越饿的现象在年轻人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在中老年人身上表现的比较不那么突出。现在越吃越饿的现象的年龄越来越低，6岁的8岁的，你看他吃完了就饿了。可是你看50岁的60岁的坐在这儿稳如泰山啊，吃完了以后他说我不会饿。中老年人的饥饿感慢慢下降，青少年的饥饿感慢慢上升，其实还是蛮明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年轻人跟中老年人的身体有一些基本上的不一样。年轻人的身体呢，他胰岛素分泌很旺盛，所以反应很激烈。胰岛素分泌越旺盛，血糖的升降就越明显了，就更加的像过山车一样的反应很迅速很猛烈，这种饥饿感力就很强啊。所以你往往会看到小朋友吃完了1个小时就饿了，为什么？难道真的是缺热量吗？不可能的，我们人的身体1个小时能够用多少热量算得出来的。真正的就是它胰岛素分泌非常旺盛，这种胰岛素分泌非常旺盛的这种现象，年纪越轻越明显啊。那大概过了35岁、40岁以后，我们身体的激素反应会慢慢的变迟钝的，所以在年纪轻的人身上比较容易看见这种猛烈的这种饥饿感出现，频的出现了。另外一个在年轻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人呢，他的脑的发育还没有完全的稳定啊，他的脑部对于多巴胺驱动系统啊，它更强啊，奖赏系统反应更强烈啊。所以他吃了甜的，吃了咸的，口味重的，吃了油炸的，他很有快感啊。他这种快感就来自于多巴胺系统啊，所以他对食物的渴望就会比较厉害，越吃越渴望。我们所谓的食物上瘾啊，这种现象通常在年轻人身上看比较明显，年纪大的人身上比较看不出来。那年轻人还有一种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吃宵夜点外卖，然后经常坐在这儿打游戏机玩，社交压力也大，睡眠不足，然后呢容易导致饥饿素上升。那饥饿素上升了以后，你就一直想吃东西，然后会导致你的瘦素下降，瘦素下降了以后，你就一直没有饱腹感，一直没有满足感，所以你的饥饿感很容易就被放大了。中老年人比较不存在这类的问题，中老年人生活的规律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少。年轻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年轻人的饮食营养密度比较低，热量比较高。年轻人喜欢叫外卖啦，吃加工食品啦，喝饮料啦，吃炸的东西，吃甜的东西，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矿物质、微量营养素、健康的脂肪呢，就比较忽略了，所以出现了这种隐性的饥饿，吃了还是饿，然后越吃越饿。
这种现象要如何解决呢？还是要从饮食的良好习惯开始做起啊。你只要是吃这种迅速升糖的食物，你就脱不开这种现象。等到你胰岛素抵抗开始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现象就比较讨厌了，比较麻烦了。我跟各位解释一下胰岛素抵抗啊，我们先不要谈胰岛素抵抗带来的慢性炎症啊，带起来不健康的问题啊，这些东西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先看看，当你胰岛素抵抗变得比较厉害的时候，你在吃高糖饮食的时候，这些糖的热量你身体是如何处理的？你的葡萄糖进到你的血管里面去了以后，身体制造一点胰岛素出来了，这些葡萄糖就会被送到细胞里面去，被你利用，被你燃烧了。所以在你年纪刚刚比较小的时候呢，你胰岛素敏感度比较高的时候，生一点糖，制造一点胰岛素，顺利进入细胞，你就有能量可以用了。那个时候你活得很快乐，你活得很开心，你也不容易饿。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因为你长年累月的吃高糖饮食，那么你的细胞呢，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开始下降了。你不需要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但是你身体呢却需要制造越来越多的胰岛素，就是因为敏感度下降了。所以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本质上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呢，你身体需要制造比较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处理这些碳水化合物的热量。这就叫做胰岛素抵抗了嘛。可是当你的胰岛素抵抗发生的时候，你身体的血糖上升了，身体不制造胰岛素，因为敏感度不好。血糖再上升一点，身体还是不制造胰岛素，因为敏感度不好。你血糖要升到一定程度了，突然之间胰岛素猛爆性的突然之间出来，因为你的身体的信号突然之间探测到了高血糖，一下子制造很多胰岛素。当胰岛素一下子出来很多的时候，各位出现了一个我们大家不想看到的一个现象。我们想象当中胰岛素来了，这个时候葡萄糖应该要进到细胞里面去了。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胰岛素突然之间来很多的话，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葡萄糖会被身体转变成脂肪存起来的。你的真正利用到葡萄糖的细胞，它对葡萄糖的利用率反而降低了，因为胰岛素抵抗变严重了，所以你吃进去碳水化合物被转变成脂肪的百分比越来越多，你细胞能够利用到的反而越来越少，所以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你越吃越多，越来越胖，精神越来越不好，因为你的细胞得不到能量的利用。这是胰岛素抵抗带来的一种现象。所以所有我们这些讲的一切，我们需要改善它，需要改变它的话，我们真正该做的事情是把我们饮食里面高热量的碳水化合物尽可能的把它往下降，添加糖，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加工的食品，尤其是从小朋友跟年轻人身上渐渐让他们拿走。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下一代年轻人的健康堪忧啊。